是。然后因为你那边比较晚了嘛，然后我想简单的聊一下最后一个话题，然后我们就可以结束了。第七个话题就是说，因为你是堂姐嘛，对吧？跟你聊这种话题，我相对而言就比较我就不会觉得那么尴尬。就是你从一个女生的视角来看啊，就是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有一种做法是坚持不懈的追啊，我拒绝你没关系，我下次继续向你表白，总有一天我能感动你追到你。还有一种就是 OK，我表白只说一次，哎，我喜欢你，然后你不喜欢我，OK，行，那我就不会再往前了。这两种不同的爱情观，我想跟你聊一下这个话题。那第一个很具体的问哎，题就是，你猜一下，你觉得我会选哪一个？我觉得从最后结果来看，就是坚持不懈的追，你不就是这个对吧？那个哥哥不就这样追到你吗？我知道你们不是他中间有几次对吧？你拒绝了他的，那我觉得你肯定是第一种啊。从结果上来看，如果我对你的建议，我就是觉得你就遵从你内心的想法就好。就人从我的亲身经历就告诉你，人不要把表白一次就被拒绝看那么重吧。如果你表白一次被拒绝，你感觉你还想表白，你就继续表白。如果你觉得那种羞耻感特别严重，你不想表白，然后你想调转桥头了，你想追求更有效率的感情的结合，你就去做。这件事情取决于我对你的建议，就取决于你的内心。比方说，我也有曾经有过喜欢很久的男生，然后我知道这个也因事情，为跟我离我知道，婚开，对吧？我去给他我知道，表白，如果他也拒绝我知道。过我。那就是我如果再次有机会碰到他，我可能会看一下我当下还喜不喜欢他。我可能喜欢他，我就继续表白。如果我已经又开始我新的生活了，那我可能就不会再我表白了。更我理解，多就是你从遵从自己的内心，但是同时也不要把拒绝一次，表白一次就拒绝，认为这件事情就盖棺定论的。也不要有这样想法吧，都是人，因为也是可以被改变的。我同意，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我这里面点不在于羞耻感这个点，我之所以选择第二种的点在于说，可能与我现在的恋爱观还比较幼稚有关。就是我觉得我如果要恋爱，我是要选这个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的人。如果说他拒绝我，说明他其实对我只是朋友的感觉，对我没有男女之情。也许我追这个事情能够感动他，但在我来讲，那不是爱情，那是感动。如果一个人因为感动而跟我在一起，我宁愿选择不要。这是我现在的一个价值观，就是我的一个预设在于，我觉得我只能感动一个女生，她可能感动到她愿意做我女朋友，甚至嫁给我。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是完全可能，而且成功机会很大的事情。但是我不要这个东西，就好像说你跟小朋友说，哎，你吃胡萝卜，你给他解释，哎，胡萝卜多好多好，最后他吃了。哎，我就是喜欢吃胡萝卜，就比如说我从小到大就喜欢吃胡萝卜，不是因为我觉得胡萝卜健康，就是我喜欢吃。你懂这两种点吗？就是我我不要大家，我不要一个人对吧？跟我在一起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优秀，我觉得他怎么，我不要，我宁愿选择那个人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因为喜欢，没有原因，或者说这个原因很难说清楚。可能是我现在想法，也许若干年以后会变啊。呃，不，这不是采访我，这不是呃，采访我，这是采访你。因为你太晚了，我不想把这个话题拖太快，我先把它拉回来好吗？拉回到你，就是首先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觉得这种坚持不懈的追会让女生从所谓的不喜欢变成喜欢？你觉得这个命题成立吗？成立啊，我不就成立了吗？因为就是你说人有一见钟情这件事情，我是相信的，但是他不一定是一个双向的一见钟情。我的老公可以说他从刚认识我他就很喜欢就开始追，但是我对他就是没有一见钟情啊。那我为什么要答应一个刚认识的人，我就要答应跟他在一起？因为这跟我本人的性格有关系，就是我没办法在相当于接触到我自己有信任感的时候，我去答应做。有的人，
比方说，现在的年轻的一些爱情观，觉得说我只要有好感，我就可以在一起。那好感，你说短时间内会不会有呢？也许会有，但我不会愿意有好感就在一起。我觉得更多对我来说，要建立一种信任感，我才能在一起。这种信任感不是说是男女之间的那种信任感，或者排他的唯一的信任感，而是说我对这个人的人品和他的品性有一些基本的了解。那这个东西没有太跟我有相悖地方的这种认同，我才能跟他在一起，对吧？那这一定是需要时间的。那如果说他刚开始跟我表白了，我确实也拒绝了，那我们就没有在一起了，对啊。那如果说再没有继续有相互接触的机会的话，那不就错过了嘛，也就没有了呀。所以我觉得，他那一刻不喜欢你，也许原因有很多种吧，对吧？我首先啊，我同意，我也不相信一见钟情，我只相信一见有好感。然后这个好感，我觉得是的，有好感你就要不要去表白？比方说我老公就是有好感就说的人，所以他有好感我不是，他就讲了，他那个时候也我不是，没有说我不是，我不会对一个我认识1周1个月的一个女生，仅仅因为有好感，然后我就说，哎，我喜欢你，我不会。对我来讲，当我对一个人讲喜欢的时候，跟这个人已经有比较长的，我觉得至少1年吧，我觉得肯定怎么都得以年的为单位。对，但在此之前，比如说在这1年之前，我可能对这个人有好感，但是我不会觉得说那叫喜欢，或者说干嘛。我觉得至少对我来讲，可能至少得以年为单位。我认识这个人至少可能得1年，然后可所以说能才会啊，对。对，所以说就是你表白的这个对这个喜欢程度的认定，跟别人说不喜欢你或者是拒绝你的这个程度的认定，可能就是不一样的。你踩在一个相同的节奏、同频的节奏上，你们就双向奔赴。你们踩在不同的节奏，不代表那个人对你没有好感，或者是可能那个当下他就是没有办法喜欢你，那代表他永远不会喜欢你吗？也不会啊，你自己断绝了这个继续接触的机会就不存在了。当然，这个事情，我觉得你开心就好吧，对吧？不能评判爱情观有对有错这件对事情。对，我不是评判，只是交流嘛，交嗯流交流。嗯行，嗯然后第二个小问题就是说，那就我刚才提到对吧？第二种就是一种做法叫，哎，表白只表白一次，对吧？我喜欢你，然后哎你不喜欢我没有关系，那我后面就会尽量减少跟你的接触，避免我对你单方面的感情越来越深。那你觉得像这种做法，它是会说让人错过一段正缘，对吧？一段就是正的缘分，还是说它其实是就是放手的这种其实并不太适合的缘分？因为我觉得喜欢这个事情，你跟一个人相处都1年了，你对这个人没有这种超出朋友之外的男女之情的这种好感，我觉得就没有了。我觉得这个所以我觉得你觉得是哪种？你觉得他是会错过缘分，还是会说其实是让你不要再不合适的？你们可能很适合做朋友，但不一定适合做恋人，你觉得呢？嗯，主要是因为你提到的是你都接触超过1年以上再去提，就像我刚才就跟你讲的，很多人告白他不见得是1年以上，他可能就是1周、1个月、2个月、3个月、5个月都有可能，对吧？或者有的人心里的节奏1年还只是一个基本的认识，他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比方嗯说，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班长追我的时候，他追了半年吧，反正就经常那个跟我告白，经常告白，然后经常拒绝。就是他后来就无赖了，他说你还想要怎么样？他说我追你半年已经是非常极限了。我说我说我不知道，就对我来说，我必须要建立那种信任感。那种信任感是什么呢？就是我没有那个欲望，天天要去查你手机，或者天天查行程，天天想你哪句话是真是假。就你说的话，我就是自然而然的相信，这种信任感产生，我觉得就是要很长时间的呀，对吧？我想问一个，什么叫追？我不太清楚什么叫追女生，就是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什么叫追？这女生她就是单方面对你好啊，然后就经常跟你示好啊，经常告诉你她对你区别于对其他人啊，对吧？就叫我追啊。我大概描述一下，比如说我不知道，就是比如说我做的事情叫不叫追？比如说我对你有好感，我就会想跟你聊天，然后你不想跟我聊，比如说我给你发个信息你不理我，我不会再给你发了，因为我会觉得这很打扰，那其实不会有后续了。
然后我能持续跟你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有比较多的互动，一定是因为你愿意跟我聊。我不知道这算追吗？那我觉得聊天而已哎，我有很多朋友都是那种一段时间就会聊天的那种，即便是男生啊，就是不产生任何就有男女私情的聊天，或者是方面也很多，只是聊天就没有什么。但是你的目的非常的有一些排他性或者有些区别性存在的时候，那可能就是追吧。或者你特别想跟这个人接触，从空间上的接触到肢体的接触都有嘛，对吧？那就是追啊。那你只是说你比方说像你这种讨论问题的这种无性别无差别的这种讨论，那你跟谁讨论不是讨论？但是因为可能就是你要找到一个这种很聊得来的，或者对方能 get 到你的点的，或者说会比较困难，所以对吧？就哇，我觉得两个灵魂上一直有说不完话是很难的，非常是很难得的。是很难的，是很难的，就是我我觉得而且还有对更难得的是，我觉得很多人即便就是只是谈话，思想上能产生碰撞，但生活中完全过不到一起去的人也有很多。对，那就是后话了嘛。你要两个人建立了这种亲密关系，才涉及到说后面生活上能不能协调，这都是很后面的事情。对。那我想问你，就是说，对你刚刚提到了，对吧？我们刚才对这个坚持不懈的追和这个表白只说一次，这两个其实都聊到了。你觉得在这种感情里面，这种坚持跟放弃的点到底在哪？就是你想与不想，也许你有一天就是呃，怎么说呢？但是有我觉得时候你会你想，打扰到人家吧？不，但有时候你会打扰到人家吧。我觉得，就我觉得比方说，所谓的打不打扰，就在于你的方式有没有过激。如果你过激，这就是打扰；如果不是过激的话，如果对方明确的告诉你你打扰他了，就是打扰他了，而不是说你说一个话，你就觉得你打扰到他，他不回就是你打扰到他。这个尺度应该由对方来判定，不是你自己先对自己有一个预判。但是对当然，你方的判定不会要是过跟你讲。激的行为，那就一定是不，打扰但是啊。对方的不会，但是对方的不会跟你讲，就是我从一个朋友那个地方，一个女性朋友听到他那里，他之前在学校的时候，然后有些男生追她，然后他跟我分享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能觉得他挺烦的。但是因为人家有礼貌，对吧？人家有修养，人家不会对这个男生表现出这样子的不快。你从男生的角度讲，男生又比如说对吧？对我来讲，如果说有人其实对我不爽，然后他有没有表现出来，我不一定能 get 到那个点，就对吧？你你你，所以说这个事情就取决于对方给你什么样的态度嘛。他有的人只是此刻烦你，但他不见得每刻都烦你。那我可以讲，有的时候他比较有他自己的正事儿的时候，他觉得你发短信是骚扰到他了。但有的时候他可能也比较闲，你跟他聊一聊，关心一下，或者产生某种短时间内的火花，也许他就接受了。这个都瞬息万变的。或者说只那是你有一个女性朋友跟你讲，那有的人就会很直接的说啊，你要么就在一起啊，不然你就不要这样聊啊，对吧？那也会很直接，你不取决于你碰到什么人嘛，对吧？这个所谓打不打扰的尺度应该是对方来判断，不是说你以同一个标准来衡量，只要你跟这个女生发了微信，她刚开始爱答不理，就证为你们没有继续接下去聊的可能，只是那个时机可能不对吧？不代表这个门而且要永远不关。局限啊，我这里说的不局限是男女关系，可能是朋友，对吧？比如说朋友，如果我跟他发个信息，然后对吧？然后我饶有兴致的讨论一个事，然后这个朋友如果我觉得他不是很有聊的欲望，那我也不会继续这个话题，或者甚至可能就不太想再跟这个朋友去交流这个事情了，可能是这样子。呃，还是把话题拉回来，就是那刚才讲到坚持跟放弃。呃，我们这讲的是之前，假设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之后，对不对？两个人在一起之后，然后因为一些问题，比方说，对吧，异国恋，或者说因为事情，女生觉得有点不太想继续了，女生说，哎，要不我们分开一段时间吧？你觉得这个坚持和放弃点在哪？如果从我的视角来讲，会觉得然后我会想，哎，的确这样子，对方也很辛苦。
然后我可能就会同意，我说好，还是应该坚持，就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做每件事情，你先不问一下你自己是怎么想的？其因实为我可能不希望对方觉得，比如说觉得有压力，或者对方其实明明不愿意，然后勉强。就我很讨厌任何因为人跟我如果待在一起的时间觉得勉强，我非常不喜欢对方勉强的这个感觉。我如果不知道。你觉得，如果你觉得勉强了，你自己也会去放弃的。你既然这么不喜欢勉强的话，当你感受到勉强的时候，当你再坚持了一下，但是你同时感受到对方勉强的话，你又很不喜欢这种勉强，你就会放弃，对吧？所以其实上还是问你自己的内心的感受。我觉得坚持也好，放弃也好，都在于你先自己想不想。不管是你追人家，你自己想不想？就算你碰到一个，我觉得啊，像你这么执着的人，如果你有一个很喜欢的女生，你告白了一次被她拒绝了，你那个当下一定是放不下的，你一定经历了非常激烈的斗争，你还是非常忍不住希望有制造跟她相遇的机会的。如果你很想很喜欢她，你有希望制造这样的机会的话，你就再投入一下也没有关系啊。当然，你就觉得，如果说你觉得无休止的投入，或者是会给人家造成困扰的话，那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行为会不会过激啊，或者说这种东西，如果说对方长期没有反馈，可能你又自己渐渐的放弃了，那个都取决于你真的你就想了，你愿意了。就是说你被那个当下的现实你接受了，然后就产生了一个你自然的一个抉择，而不是说我拒绝啊，我自己的脑袋里有这么一条铁律，说我拒绝了一次就不能再联系了，所以我就强忍着自己，我就不能联系，那没必要这样子嘛，对吧？OK。嗯。就是事物都是在动态发展的。你做每一次动作之前，你也可以先问问一下自己的当下的感受和你的行为准则这些匹配的程度，你是不是还要坚持？那个东西是不是已经大过了你坚持的一个承受的能力？坚持所带来的后果，你能不能承受？你不想承受你就放弃，你还想承受，不要因为某些框框。我还是觉得你生活的方式面前还是有很多框框，就是那个框框你认定了，你就会执行那个框框，但我还是觉得你更多遵从你的内心感受再去做一些决定，可能你会更舒服一点吧。你是不是一定要把自己活得像苦行僧一样去执行一些框框？我不知道，我觉得还是那句话，你高兴就好吧。当然是任何的东西都不要真正的，你只是说发个微信或者什么，我觉得这个倒还好了。你不要有一些非常过激的行为，正常的超过于正常人行为就好吧。我觉得像我这种人发个信息已经是我的极限了。是的呀，那就还好吧。因为有个人怎么说呢？你说句不好听的啊，从女生角度来说，我忙的时候我觉得舔狗很烦，但是我很闲的时候有个舔狗，我正好对吧？也不用我主动，有个人过来跟我聊会天，我就何乐而不为呢？也不见得时时刻刻都觉得很烦，可能他只是跟你吐槽的当下觉得很烦，他可能跟你不吐槽的时候，也很多时候都在很愉快的跟舔狗聊天，你也不知道呀，对吧？没关系，反正我不要去。对，我不愿意，至少所以我现在不我这个去做。我虽然我的说法比较粗俗啊，但是不不不，大概就这么个舔狗这个意思。词不合适，我不合适，我觉得舔狗这个词不合适，就是这个词本身就带有了一个负面的情绪，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问题，而且我觉得就他知道自己喜欢，然后他很享受喜欢的那个过程，我觉得挺好的。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意识到一个点，被人爱，爱别人比被人爱更幸福，这是我现在的一个感受。这也基于你之前跟我嗯，交流的一些想法，所以从那个来讲呢，这个男生或对，者这个女生不一定是男生，对吧？我们用这个词不一定指男生，女生也一样。他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就觉得说，爱别人的过程，就很多人觉得很辛苦啊，异地恋很辛苦啊，坚持很我觉得辛苦啊，付出很辛苦。就是你爱别人的那个当下，你会觉得那个付出你都很甘之如饴的，就是你不会觉得辛苦。无非也就是说，那段爱没有结果的时候，你反过来想啊，好像挺辛苦的。其实实际上，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跟你说，我说我希望我以后的小孩能找到一个自己很爱的人，就是如果他的付出我都会非常支持的，因为爱一个人很难的，你以为谁都能爱吗？你说的对，就是你说的对，我觉得就是爱是一你爱种很你就是高级的能力，爱是一种很高级的人类的能力。这个东西不是，首先不是你想爱就能爱的，这个东西对好像就是没有人能找到这个钥匙，也不是说我指定一个人让你爱你就对能爱的，或者说你自己对想爱谁你就能爱的，这个好像就是一对个非对常奇妙的东西，也不受你个人对控制，所以这就是一种非对常奇遇的缘分。那这个东西你能对遇到，我就是非常支持你去爱，而不是说你对这个年代已经没有那些门第之间、什么之间，或者是种族之间，让你甚至连性别都没有了，就是你可以去，你真正的你觉得你爱谁，你都能跟你去爱他，你去付出好了，就是不要去谈那个回报，所谓的怎么样，其实你爱他的当下那个过程就是非常幸福的呀。再加上你找到我同意，爱的事业也好，爱的兴我同意，趣也好，这就是很幸福的事情。你那个我同意。付出是非常享受的那个过程。我同意，我同意，我同意。我以前就非常，我以前专注于说我要找到我所热爱的事业，就是我这一生要为之奋斗终身的一个目标。我以前非常关注这个东西，我现在觉得就是找到一个我爱的人是同等重要。当然对方也要爱我，还是这样子，我不接受单方面的爱，我觉得单方面的爱是一种幻觉。真的，反正这个我前提还是加上，就是对我再爱一个人，然后对方对我没有感觉，我不接受，我宁愿选择放弃。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我能够对对方有爱，对方对我有爱，我觉得跟找到一个我爱的事业，我现在觉得它是同等，至少是同等重要。我现在是这么理解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都挺难的，都挺难的，找到一个双向奔赴的爱情，和找到一个你真正热爱的事业。比方说我，都挺难。某种程度上我愿意接受很多的挑战。你从反面来说，也是因为我没有找到真正热爱的事业，所以我好像放弃也容易，接受也容易，对吗？对，我同意，就是对于前一者，对于事业的这种所谓热爱事业的追求，我在很早的时候就有这种强烈的执念，执念这个词不好，换一个吧，就有这种很强烈的决心，就是要去找到它，用我整个生命去寻找，包括我生命结束的时候都没有找到，我都不后悔，对吧？就是如果我没有死在圣地，我愿意死在朝圣的路上，就这种感觉。但是对于爱这件事情的这种追求，或者说愿意用生命去追求，我在很长时间我觉得不重要。我在最近一两年才开始觉得它应该是一个值得用生命去追求的东西。过去我觉得不是，现在我觉得是。唉，所以还是会有一个，就是你会愿意这么想，我也很高兴嘛，对吧？就是，嗯，所以这就是我之前为什么说，我说不管是衡量收入和支出，它都有数字，但是你衡量和人的交流、感情和归属感，你怎么给它定义数字呢？你给它定义不了数字，你就没有办法比较这个事情的权重嘛，大小，它到底跟收入相比是更重要还是更不重要呢？对吗？啊，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吧。对，你说的对，然后那个你那边已经凌晨12点40了，是吧？嗯嗯，对，然后这个今天辛苦了，这7个话题其实每个话题都挺大的，然后我也尽量就是就是把时间压缩一点，然后那今天先聊到这里，嗯，好的，好。行，我关一下。